I am the world's first scientist to have completely cracked the Atlantis flying saucer technology.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涡流水轮机水轮。因为我不会编辑，所以就是说把这些东西都打在大屏幕上。就是涡流水轮机水轮，这种水轮呢，在目前为止，全世界可能还没有这种水轮。因为我们的流体力学，就是整个人类的流体力学，才到平流，所以呢，就是说我们只会用这个风洞去吹一些，完之后去探讨一些这个流体上的东西。到涡流这块呢，就是说几乎或者说湍流这块，就是几乎可能没有多少人去研究了。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这个水轮的这个结构。这种结构呢就是这样。我一直说一个水轮可以说能够改变这个世界，就是因为这个水轮呢，它的原型不是人类的这个文明，它是上古时期的就是亚特兰蒂斯的文明。它叫赫尔墨斯之战。如果你们看得很懂的话，就是说它是赫尔墨斯的权杖演变而来的一个水轮。这个发明人也不是我，但是只是我看懂了。他的发明人呢叫维克多·舒伯格。他是当年是这个德国带领这个德国十几个诺奖得主，然后呢加上这个德国整个科学院，然后把这个整个飞碟这套系统做出来。这个水轮呢只是它的一部分。我们看一眼这个水轮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大家看一下屏幕就完了。我这个水平也就是这样，就是说让大家去多看看屏幕。它的结构呢跟我们传统水轮不一样的地方呢，就是说它是把这个发电机要放在底下，然后呢用一个蛋形的腔室，然后呢装水，冲击这个水轮呢，叫这个水轮去旋转。它是一个冲击型的水轮，而不是我们今天这种就是压插发电的那种水轮。它靠的是这个进来水的这个冲量的涡旋力，而不是这个今天我们那种压插的那种东西。它为了找出来有一个能量线，这条能量线当年人家找出来了，我们就是说重新复制这些东西。这个是我们现在还在画，后来画到中途呢可能也没画完，现在还正在进程当中吧。这个水轮呢，其实我们看这边吧。就是说它这个水轮呢，我刚才说了叫赫尔墨斯之杖。它一个水轮就是当年舒伯格发明的这一个简单的一个水轮，可以把整个世界的能源问题全部解决，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水轮。很多人说的可能也比较大，哪有那种事情，对吧？那么多科学家，全世界那么多的，说白了得有几千万的科学工作者，都没有解决的问题，说你用一个水轮就解决掉了。我们来分析一下。我们现在的水轮呢，就是说水轮发电呢用的是压插发电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对吧？它用的公式是什么？mgh， 对吧？为了所做的输出的功。那么它为了提高因为你质量你是没戏了，对吧？就那么多水，
然后呢，重力加速度也就那么多，对吧？为了提高这个功率，它只有设置 h 加高，把水的压力差加大，然后呢才能够提高功率。所以呢，就是说它需要筑一个很高的水坝，然后把水拦住，然后再流下来发电。而主要的成本全用于铸造水坝，造成下游的这个河流下游水枯竭。所以我们现在江拦河，但是越拦水没了，那么你发电就纯扯淡了。就是我们对下游所造成的这种危害，比我们获得的这点能量其实还要多得多。那么为什么这种水轮可以直接解决掉这个问题？就是说它所用的不是用的水的压差，它用水的冲量。如果你把长江截上，对吧？那么水就不流动，不流动就是死水。死水的话，它就没有了动量，没有了冲量，没有了冲量，我们就没法对外做功了。它用的这种水轮用的就是水冲量，那么你必须得用水的冲量，那么它用的是1/2 mV 方，1/2 mV。1/2 mV 的话，就是说你的水的冲量越大，就是 V 越大，质量一定了，对吧？1/2那是数，对吧？那么就是说，只有你的冲量越大，你的功率才能越大。原则上，这种水轮当时计算，人家都做出来了，它的功耗比是我们现在这种水轮的9倍。就是我们什么都不用变的情况下，连大坝都不用筑，那么我们做这种水轮就可以比现在3峡的发电量提升9倍，那么还不用建大坝，我们就省得这盆水万一洒了，对吧？直接上海就节省30，对吧？所以这些东西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已经公开这个技术了。但是全世界的科学家连看都没人看。你想，我是一个农民，我都看懂了这些知识，而你们就是作为这个真正搞科研的人，对吧？搞水利的人，对吧？你们脑子是不是？我都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说我们人类的科学水平跟2战时期那批科学家比，可能是因为我们吃的地沟油太多了，就是把脑子酥上了，就是说我们的智商下降的不是一星半点，已经下降的太多了。所以呢，我希望我说完了这种事儿，然后呢，大家去好好研究一下，或者对，或者不对，因为毕竟这个技术，已经大的可能就是我已经承受，就是没法把它就是做出来，需要大家共同去努力，因为这个是当时人家德国科学院，就是做出来的东西，实物也有，我给大家看一眼，因为毕竟是截了一部分，因为当时的那个技术都是不完整。If you need to purchase Atlantis Free Energy Technology products, you can contact my personal assistant.